大家好，我是维玲阿姨。我们今天来做台湾的凤梨酥，也可以在凤梨酥里头加入切碎的咸蛋黄，它就变成凤凰酥了。凤梨中间比较硬的核心还是可以留下来，我们放在食物调理机里头打碎，也可以直接就用刀把凤梨剁碎一点就可以了。先把中间核心比较硬的地方打成细泥，再加入其他的凤梨。加入其他凤梨之后呢，尽量不要打得太细，因为这样子我们想要有那种土凤梨酥的口感。用一个不粘锅来炒凤梨酥的内馅，加入冰糖、麦芽糖，稍微搅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不理它，让它放在那里继续的沸煮，直到水分比较蒸发。等到水分呢已经开始比较蒸发的差不多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加入一些奶油，继续的搅拌。凤梨酥的内馅呢，我大概花了30分钟来制作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，你都是不需要搅拌的，可能只有到最后的3-5分钟，你必须要搅拌让它成团就可以了。放凉之后呢，就是这样可以成团，然后不太粘手。凤梨酥要让它非常的酥的口感呢，是要使用到无水奶油的。无水奶油也可以自己做，我会把我的视频连接在上方。奶油加入糖粉，打发到它开始发白。加入蛋，继续的搅拌。加入盐，还有奶粉。加入杏仁粉，杏仁粉也是让这个凤梨酥能够有这个很酥的口感的一个重要的关键。加入低筋面粉，最好是使用低筋面粉，因为这样的口感会比较好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轻轻的按压，不要搅拌过度。搅拌好的面团应该是这个样子，不粘手，但是能够成团。让面团先在室温休息30分钟再使用。也可以在凤梨酥里头包入蛋黄，这样子就变成台湾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点心凤凰酥。切碎的蛋黄呢比较松散，所以你要稍微用力的挤压，让它成团，才比较好包入在凤凰酥里。我这里使用到内馅跟皮的比例是1:1，所以每个都是16公克一颗。凤凰酥呢就是11公克一颗，因为等一下我要包入大概5公克的蛋黄。
如果你没有凤梨酥的模具的话，就把它捏成一个长方形，然后用刀切出一些像凤梨的纹路也可以。我们把凤梨酥放入已经预热好的烤箱，烤箱的温度是160度，放在中层。我们先烤20分钟，20分钟之后呢，要拿出来翻面，继续烤10分钟。烤好的凤梨酥应该是很容易脱模，不会粘黏在模具上的，就像这个样子。这个是包了蛋黄的凤凰酥，它酸酸甜甜的，又带了一点蛋黄的咸味，真的很好吃。把凤梨酥装在一个一个袋子里，真的就很合适做过年过节的伴手礼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帮我点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